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他黯然辞职下台。他其实已经当了10年的这个总理哦。那过去他刚刚上任的时候是政治金童，现在呢狼狈的下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哦，外国媒体哦，包括《纽约时报》，他就整理了5大问题。这10年来经济问题，包括通膨，还有失业率很高，另外住房危机。像是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蒙特楼的房价也是居高不下哦，买不起、住不起。移民政策，他夯不啷当接收了300万移民，导致医疗跟教育资源吃紧哦，当地的住民其实就不高兴了。还有丑闻缠身哦，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干涉司法部部长调查案，还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另外就是他们的党的内部啊有权力斗争哦，他的副总理呢前一阵子不是因为川普的关税的威胁很生气吗？哦，还离职吗？哦，所以他里头政治也不稳定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脸哦，看起来是蛮不舍得的哦，他就说大家宣布辞职，那也比被人家赶下台好那么一点点。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川普怎么说呢？川普说：“我们2国合并吧。”如果加拿大跟我们美国合并啊，就不会有关税问题呀，哦，那你们的税金也会大幅下降啊，你们也会完全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经常的威胁。讲这些话，其实真是雪上加霜哦，又再打他一耙哦。那加拿大人当然很骄傲，怎么可能跟你合并呢？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啊，他曾经也批评过杜鲁道是双面人，因为在川普的第1任期曾经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这个某个这个公开的场合，杜鲁道跟其他的领袖聊天的时候，因为麦克风没关哦，那记者就是在旁边拍，就录到了他嘲笑川普的一些话语，所以川普其实都记恨呐所以对于杜鲁道他其实也是不假辞色。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的态度又是什么？中国大陆有一些公众号代表的某种程度也是官方包括记者，包括总编辑的意思。那这个叫做牛弹琴他是新华网的编辑助理他就讲加拿大为了美国两肋插刀别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老大哥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即使是这样，最后还是被六亲不认呐还是被插了2刀啊。他讲的是像是孟晚舟案件美国叫你拘留我就拘留所以你这么听话，这么言听计从也是没有用的到头来。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我们的这个邻国亚洲的南韩。尹锡悦啊，对于美国也是某种程度也是言听计从当美国的小老弟。那现在呢，他的总统大卫保卫战已经进入了延长赛，他拒绝被逮捕嘛。那南韩的警方也不愿意接手，因为公调处已经2手一摊，他没办法了。他希望警方来做，警方也说我没办法，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对峙在那里。你看到官邸的外头尹锡悦的官邸的外头有5辆大巴士的车墙组成的车墙，就是不让警方进来南韩的警方说考虑要逮捕总统警卫。因为总统警卫说我还是得保卫总统啊，总统现在被停职啊，他还是总统啊，所以你这个僵局啊现在在南韩上演中。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在官邸外头2派人马也是在对峙，有一派民众其实是支持尹锡悦的他们组成了韩版的 MEGA 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那个 MEGA叫做太极旗部队。你看到他们同时举着南韩的国旗以及美国的国旗那这个所谓的太极旗部队啊，他挥舞南韩跟美国的国旗是力挺尹锡悦的他表达是什么呢？韩美同盟，甚至甘愿为了这项事业送死为什么？他们可能觉得说尹锡悦跟美国在一起才能抵抗北边的人，北边的人就是北韩那如果想要叫尹锡悦下台的话，那可能就是北韩同路人，大概是这样的概念跟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像
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就在讲说，有很多的右翼的势力啊。我们看到南韩很多的右翼势力，就是网红 YouTuber， 他们在网络上就散发这样的言语哦。如果你不跟美国结合在一起，不支持尹锡悦大总统北方的人就要来攻破我们了。北方同路人就会跟左派的人结合起来，左翼结合起来，把我们整个大韩民国给侵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讲，他说在野势力才是内乱来源。不断滥用国会的多数阻挠尹锡悦的政治倡议。去年国会大选，在野党大胜，根本有弊呀！他们作弊保护尹锡悦等于保护南韩免于亲北韩跟亲中人士的侵害。这跟我们刚才上一节讲的好像很像沈伯洋讲的那样子就是在野就是中共代理人他们说是北韩代理人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南韩现在有内忧外患它的外汇存底已经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而另外，北韩今天早上射弹了北韩昨天朝着东岸外海发射弹道飞弹。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好来访呢，所以真的是很尴尬不给他面子那他试射的这个新型的极音速飞弹，所以金正恩很骄傲，他说现在放眼全球，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匹敌的他真的非常的骄傲。他说这是明显是自我防卫计划与努力，而不是攻击性计划与行动。这次成功有助于威慑太平洋地区的敌人。现在是这个整个韩半岛的局势怎么看呢，老师？我们首先看到加拿大杜鲁道会下来，其实还是经济的问题了。您看到不管说通货膨胀或者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居高不下，其实我们看得很明白，都是经济的问题。杜鲁道这几年来解决不了他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下台鞠躬嘛，这个刚刚好而已。但是为什么经济一直不好我个人倒觉得说，因为都在追随这个拜登去组成一个抗中的这个集团。那他们本来以为说我们这个 G7 只要联合起来一起来抗中，来对抗中国，把中国压下去，中国就会屈服。那中国大陆没有屈服中国大陆就各个国家呢分别对抗嘛。但是因为大陆的经济体大，体量大，我们明显的结果就是从川普的2年多3年到拜登的4年7、8年斗争下来，大陆经济成长还是维持在4到5左右，而欧洲的国家里面几乎都谈成一片。英国是负成长，德国是0成长，法国是1%，美国是1点多%，加拿大也惨的不拉几。你看到日本的日币贬成157块对1美元，贬得一塌糊涂。所以完全追随美国拜登政府去抗中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每一个都下台。安倍晋三以来，一直到岸田文雄下台，然后尹锡悦现在被弹劾，然后你再看看欧洲，英国换了4位首相，是就是每一位抗中的都没有一个好下场，那最后就轮到杜鲁道了。本来大陆对于杜鲁道事实上是爱屋及乌，因为杜鲁道的爸爸跟大陆的关系建立得非常好，所以当杜鲁道上来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大陆对于这个杜鲁道是有爱护的也就是说比较愿意更多的跟他的合作。可是当杜鲁道转向美国，那么开始去孟晚舟逮捕，非法逮捕，然后军机过来了，军舰过来，我都想不通，你加拿大，你的军机跑到这里来，飞机那个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然后每天在那边骂大陆的时候，那么中加两国的关系就一直往下走。那结果就是大陆的生意做不到，然后我们看到美国也没有给他好处，那他就变成两头空，2大贸易伙伴都没有给他好处。那本来他以为靠着美国可以拿到好处，结果没有那反而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一边的巨大的市场，当然它的整个经济就往下走了嘛。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看不懂的那才奇怪。韩国就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现在韩国的政局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布林肯跑去韩国，大家都在想，你跑到韩国要干什么？你马上要下台了，而韩国的政局这么乱，你要介入韩国的内政吗？结果我们看到他去的当天，金正恩给他发射这个极音速的这个导弹，极音速的，对，而且是成功的发射，对啊，这代表什么？直接羞辱你布林肯，而布林肯就装着没看见，也装着没有
不知道有发射这个导弹。这坦白讲就是直接羞辱美国，就是我已经可以打到你家，我可以打到日本，可以打到韩国，而且你无法拦截，而且我试射成功，这个已经是第2次的试射成功。再一次的话，朝鲜很有可能就开始进入量产了，那不得了啊！它的军火工业未来对于日本、美国、韩国，我觉得它的军火工业的作战力就更强大了，威胁也蛮大的。玉芳委员怎么看？这是川普是很荒谬的。这美国有川普这样当总统的历史，未来去回顾哦，确实会蛮后悔的。你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对另外一个民主国家说，你可以成为我的51州，对啊，而且当着人家去访问的总统这样讲，说州长原来是客何况他是一国之总统，你说你可以成为我的51州，对，而且人家已经宣布他要辞职下台了，你川普还是在讲，继续讲，可见你的仇恨不是针对他，你是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要把加拿大变成51州。加拿大土地面积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第2大的国家呢。你吞得下去吗？它人口也有4200万呢。是，你这样子就把人家吞下去，而且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它也是G20的成员，是，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跟你等于是兄弟之邦呢。你们靠得这么近，远亲不如近邻呢。你跟英国的关系应该没有你跟加拿大好才对耶。是。结果你讲这样的话，而且你有没有想想看看，你们美国去参加阿富汗的战争，打了20年的仗，加拿大陪你走了20年呢，真的也陪你打20年的仗，死伤也是不少也花了很多的银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啊？加拿大因为他进来很多的移民那他毒品从加拿大进来，那墨西哥不是进来更多吗？你为什么把墨西哥变成另外一个州呢？你刚才把全世界都变你另外一州好了。我要讲这种话，是让我讲老实话。川普这种作为，我讲这样可能不太能。当然我知识分子，我讲一点不客气的话了。叫 ugly American， 丑陋的美国人，这是以前人家批评美国人用我最毒的一个字，我是不太赞成。我在美国念书也在美国居住了，就因为念书居住了5年的时间。我讲老实话，我在美国看到一般的百姓其实很善良。而且非常热情，而且非常的怎么讲，不会这种虚张声势这样子，很可爱的美国人民。可是怎么选出这个总统这样子无理呢？今天换了你是加拿大人，美国的总统说你加拿大可以成为我的1州，你明天就可以变成美国人。美国你很强大，我就一定要靠你吗？对不对？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如果他讲台湾，可能有些人会说我愿意了。真的我没有把握，我觉得台湾会有相当人数说我愿意。对，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因为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干嘛成为美国1州？有尊严呢，对不对？就像说，人家很有钱，你去当他儿子，你要不要？不要啊！不要嘛！我要自己的爸妈，对不对？台湾人不是要有尊严，这才是一个尊严。所以我因为基于这个原因。我对川普，我真的坦白讲，我是越来越不喜欢他。我只是说，幸好我不是加拿大人，要不然我觉得实在有够倒霉，在美国的旁边。真的，这个是羞辱人了，真的很过分。张将军，这个南韩的虽然这个尹锡悦有太极旗部队这个铁杆，但是我认为大势已去，当然这是大江东去了。他最重要，他是犯了战略的错误，是极大的战略错误。12月3号。这个戒严令的事件呢，让他没有办法翻身了。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他犯了这个战略这个错误之后，后面的处置都不是很好。他后面的应对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呢掌握了黄金时段，出来这个道歉或者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那我们来看呢，他当初尹锡悦他能够成为韩国大统领，是以些微的差距，相对的微弱多数来当选大统领。那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的合法性跟他的资格是很微弱的。那他又犯了战略错误，那没办法弥补。如果他是以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遥遥领先，绝对多数，怎么这种状况之下，那他这个还可以坐得稳，容许有他犯罪的空间。他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他却犯错了，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二个，国会弹劾，韩国的国会弹劾是以2/3通过，那2/3不是。这个是相对多，是绝对多数那他这样的话，2/3都弹劾通过了，现在在走这个宪法法庭，那最长180天就会有所结果，所以他现在变成看守，他是非常微弱的。那现在是2/3，那67%，那这个状况
对尹锡悦来看也是非常不利的。他现在只能靠这个只是一个喘息而已啊，只是个喘息。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12月29号波音737-800的坠机事件，死亡了179位。对，那造成他也是非常大的打击。你看看你这个尹锡悦当韩国的大统领，就是我们讲的总统啊，就是国运不顺嘛，你才会衰成这个状况嘛。那你看这个衰机非常巧，又在12月同一个月份。有时候大家会，当然这有时候大家会去联想这个状况啊，我们就知道对尹锡悦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来看呢，尤其北韩这一次的那个弹道飞弹试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韩国这个我们叫南北总共长度就500公里，那个南韩的这个东西的宽度300公里，那根本不要这个。换句话说，金正恩是为了文宣，倒不是为了军事上的这种价值，军事上的价值低，因为这500公里就够了，飞过去了。随便一个当然对美国或者对日本的美国驻军有威慑，但是对南韩是不用的，杀气不用牛刀嘛，总共才500公里嘛。所以我们来看来，那个金正恩也对这个。包含他的政治作战，也包括他的文宣也很积极，是真的不能小看金正恩哦。这个尽管是北韩，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他的外交部长每一年新年之后的第一次的访问都献给非洲，今年也不例外。我们看到王毅啊，他的新年首访非洲国家哦，我们看到他跟纳米比亚的总统当选人哦一起握手。那王毅也讲了，他35年来哦，这个中国大陆这样子的政策是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动摇。中国始终是非洲兄弟姐妹最可信的朋友哦。其实中国大陆的政策非常明显哦，他在非洲这个地方哦，攻城略地哦，扩展他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外交部也加码说，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行程，当然持续在走。可是呢，在北非有一个国家叫做阿尔及利亚哦，他做了一件事情哦，他下单买了中国制的军舰啊，拥抱中国标准。本土建造6艘护卫舰哦，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包括了 C-28A 型的飞弹护卫舰，还有 F-15A 型的轻型护卫舰之后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又向中国下定了6艘的 F-15A 型的护卫舰。那中国大陆呢，在武器的开发跟制造方面，那现在当然第三世界或是南方国家的订单也都来了，而非洲，我们讲过去可能是西方列强割据或者是他们罩的地方。可是现在中国的势力慢慢进去，而且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包括你看到有一些状况，像是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他们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宣布要法国在今年撤军完成。那法国也在过去2-3年先后从尼日、马利还有布吉纳法索撤军完毕这是它的殖民地。这也反映什么呢？有一些学者就说，这个是反映出非洲国家摆脱了西方的操控，想要实现独立自主，还有建立平等关系的渴望。另外呢，也意味着西方假借反恐之名的新殖民主义，慢慢的失去了地位。的确过去非洲大地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拥兵自重的一些叛军那西方世界的驻军在那就说我要平定这些骚乱。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力慢慢的减弱，这跟经济能力也有相关联。那美国除了这个中国除了攻进了非洲，扩大它的影响力之外，它也攻进了美国的后院，像是中南美洲。我们先来看看川普一向他的政策反移民。所以呢，趁着川普即将上任的这个空档期，我们看到了相当大量的南美移民大军，现在不分日夜赶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画面，天上有直升机在巡逻，这是来自于美军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警卫，希望能够阻绝这些所谓的偷渡客，他们并且发射了催泪瓦斯，希望这些非法入境的移民无力招架。美国的这个民警卫队还派出您刚刚看到的直升机在边境上空扬起大量的沙尘所以你可以看到移民其实很辛苦，这些非法移民他们从
中南美洲各个国家慢慢徒步或者用各种交通工具来到了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想要偷渡到美国，想要搭最后一班列车，可是他们在加强查缉。那这个因为川普反移民嘛，所以我们看到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就说，你川普如果大规模的驱逐美国的非法居住的洪都拉斯的移民回来的话，我将关闭几十年前在这里建立的美军基地。你把人给我赶回来，你试试看，我把你的美军基地也给关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前凯港这个也是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港口那要正式营运了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也亲自过去了，所以美国墨西哥太平洋的航运地位也受到了挑战。那当然这是一个赛局上面的一个变化那金砖诸国好几个国家它快速的扩编，印尼现在已经成为第10个会员国。你看到这个地图在这里它的影响力也都在扩大当中。那当然，其中中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包括在去年1月新增加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朗等等中东的国家1月6号今年又正式宣布将印尼给纳入了这个金砖的一个这个整个印尼在这儿金砖的整个会员国的一个联盟所以现在是10个国家，玻利维亚和古巴这个9个国家也成为金砖的伙伴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南方国家或金砖国家对抗可能过去列强或者是西方那样子的一个繁荣世界，有此消彼长吗？还是未来可能还有别的变化？西方国家经营非洲很久了最早法国，后来英国然后德国也进来过，荷兰当然也不例外。那到2次大战以后，美国进来了，但是他们对于非洲的手段跟策略，基本上都是比较多的是掠夺跟剥削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在这个地方把他们的基础建设做起来，绝大部分就是开采他们要的矿产，然后建立起佣兵制度，建立起这些跟地方每个不同的国的这些统治者的一个联系的一个制度，但就造成的腐败跟贫富差距拉大。大陆的做法不一样，大陆做法就是几十年的功夫。那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之后，我们看到大陆在非洲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法国、英国跟今天的美国。美国自己也都知道他们整个西方世界失去了非洲。那大陆的做法，你看35年来始终如一，也就是说高度重视非洲。那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高度的工业化还有现代化的情形下，你看它的外长还是始终如一的，每一年的元旦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永远是非洲。那他到非洲去访问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很多的合作计划。所以“一带一路”跟非洲的对接，事实上是发展的是比较成熟的。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不管是从北非、中非一直到南非，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非洲就越来越感受到跟中国大陆合作的好处，也会凸显出他们跟法国还有就是美国他们的这些互动关系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次法国是被非洲的几个他传统的移民国、殖民国被赶走，因为法国的军队在非洲基本上还是采取他们传统的做法，也就是跟地方的军阀勾结，然后掠夺他们所要的矿产。像这次被赶走，前段时间被赶走的是铀矿的主要的生产国，因为法国的这个能源需要铀，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都符合满足法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并不满足于当地的一个利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您提到阿尔及利亚在使用这个中国大陆进口中国大陆的军舰那当开始大陆的军舰在北非开始进入当地的生产的时候，就代表它的军火工业已经站稳脚步了。本来大陆的军火工业先进入的是像沙特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从无人机然后到防空导弹，那我们看到枭龙也要进来了，还有就是隐形的出口型的战机，像歼31也可能都要进来了，或者歼35都有可能要进来。所以沙特、阿联酋、埃及他们都开始使用中国大陆的军事的武器，那这代表说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外交，现在发展到军事的科技工业前开港目前来看的话，是先上海跟前开港对接，
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在未来很有可能是这个亚洲国家跟南美洲、中美洲国家的对接，前海港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这个非洲的状况，来请教玉芳委员帮我们分析一下。非洲最主要是像阿尔及利亚，其实是个大国我们不要小看它，它的天然气的蕴藏量在全世界是非常庞大的，它出口是全世界第2名所以这是个大国，所以大陆大概是有计划的，它是全面在非洲拓展没有错，但它针对一些大国还是有特别用心。你看他买这个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买武器，武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对，你要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在经贸上有特殊的关系，你才会买。对，好，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我比较想讲的是前海港大陆一带一路有些我其实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你有些国家就很穷嘛，你贷款给他绝对收不回来，到时候人家骂你说你放高利贷嘛，对不对？可是像秘鲁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你看现在南美国家以前说从南美洲到这个亚洲譬如到上海要35天，现在有了前海港，你就可以直接从太平洋这一边航行到太平洋对面去，节省10天。贸易上传奇节省10天，你想要省下多少钱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不过我讲个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我很喜欢吃蓝莓你知道中国大陆从秘鲁进口的第1名是什么？是蓝莓然后我接着再告诉你大概在1个多月前，台湾的市场上开始出现大量的秘鲁的蓝莓比一般来的美国蓝莓还要大，个子还要大，而且便宜，一些一盒大概卖60块，贵了可以卖到70块，现在一盒大概50块。我不晓得这跟前海港有没有关系？从这边来的吗？我真的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不过这个一定是海运、空运绝对罚不来的嘛，这农产品嘛。对。为什么这1个多月前突然间出现这么台北市其他地方我不晓得这么多秘鲁的蓝莓？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如果也能够促成中华民国对南美洲有更多的贸易，我认为是好事。好事所以两岸之间不见得一种负面去看，说双方联合游戏，有些时候对大陆好了，对我们也好，那我们也欢迎。是，没错。来，蓝莓的故事，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给将军。中国大陆它的这个经济的“一带一路”重点指向也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它有几个潜力。这个非洲的经济成长的空间大，因为非洲一般来讲，他想到非洲就是比较穷一点，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大概3.2%，非洲就到4%，所以它经济成长率是空间是很大的。一带一路过去，你看一带一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盖的铁路1万公里。1万公里，公路盖了10万公里，你看投资多少？一带一路，整个非洲，所以非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我就很频密。桥梁盖了1000座，然后包含那个电缆线，就电线因为整个要电线要铺展才能够发展工业嘛。这个电线呢盖了6万6千公里的电线，你看它拉了这些电线，所以一般来看一看的话，非洲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大的潜力。它将来非洲是14亿人口，购买力就很强。那将来就刚好就这个钱就进去嘛。而且非洲人口红利多，因为非洲生的多。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总统最近在做什么呢？今天他出现在媒体的面前，主要是去参加调查局调查班第61期结业典礼。他在这一场结业典礼头这个当中，他勉励致辞特别讲到说要防止渗透、统战
指的当然是对岸。可见呢，赖总统在抗中保台这一块是念兹在兹，还是他的主轴、主旋律。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两岸没有互动对抗这件事情还要持续多久？先说吧。旅游应该是比较没有这么机密或是敏感的一个部分，很多业者也都在等待陆客来本来说是春暖花开，有个小两会，两边要谈一谈，可是国安高层一道诏令之下就掐住了小两会。为什么要停止谈判呢？背后的引武者说是这个人下令的人叫傅栋成那说是这个他是负责两岸事务的国安咨询委员那他是被谁授意的呢？为什么要阻挡这件事呢？因为台旅会的行程本来是已经箭在弦上了，就是要出发到北京去，讲的就是说对岸可能要放行或者是让他们的人来台湾做自由行这样子的事情那从这个谈判的地点从北京改到厦门那最后一刻说是要喊停。那现在吴钊燮也支持这个喊停的动作，所以最后陆委会啦、交通部啊这些希望大雨可以下来的望这个甘霖的这个极为饥渴的这些单位呢，没有办法智慧，没有办法说话。那这个政府有政策嘛？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赖总统是不是要干到底？所谓的是两岸不要接触、不要谈判，各种不要交流呢？包括过去在主持国安会议的时候呢，傅栋成也在场所以鹰派是不是主导了两岸政策的一个主轴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而包括在民间，包括在立法院，也有像这样子抗中保台的一些倡导者，沈伯洋可以说是代表人他的黑熊部队现在已经很有名了。最近他在脸书上贴了一篇贴文，他说对岸的共匪有毁台3部曲。第一部曲是什么呢？就叫做瘫痪体制，像是最近在国会这个在野党滥权架空宪法法庭那些纷纷扰扰都是首部曲。第二部曲呢是通过一些法案，像是财划法只让某一些县市受益。那 NCC 条款只让某一些电台这个比较这个独厚那还有让对岸的配偶取得台湾户籍也算加速这都算这个是利益分赃，让某一些阶级你看创造阶级。让某一些阶级得利这是他的理论。那第3部曲，也就是最终曲，是地方包围中央最后就是赤化台湾。好久没有听到赤化这几个字赤化台湾。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沈伯洋委员可能是非常的忧虑啦他时时刻刻都一直在想着对岸会怎么样对我们不利的事情。那另外呢如果哪一天真的发生战争我们常常在讲像是沈伯洋这样子的人，他会上战场吗？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国之间有做很多模拟战争这样子的样态。先来看看这个吧港媒，这个是香港的南华早报，他做了一番的这个报道说是引述五角大厦的报告说，美军可能介入台海冲突表明解放军在潜在冲突初期就可以压制美军，可是美军会应用无人机等技术扩大机动性来夺回优势说是本来解放军有占上风，然后美军后来又把解放军给压下去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另外呢，美军将部队分散到广阔的地理区域，以抵御潜在的先发制人打击，提高战场的存活率。而我们看到同样是南华早报，其实他报道说最近中国大陆有做了一场兵推，这是秘密的兵推。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美军发射了10枚隐蔽性的远程反潜导弹，然后呢就摧毁了一艘所谓的这个大型的驱逐舰055型大驱说是这样子那这么厉害这个所谓的远程反舰导弹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场兵推好了兵推模拟的地方是南海东北部的海战，当时中国航母编队位于东沙群岛附近，然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位于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9段线之外它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模拟因为我们看到呢，刚刚说到的这个远程反舰导弹，说是美军
为了应对解放军重点打造的核心装备啊，而且我刚刚讲了有隐身的能力，它可以飞行将近1000公里。美军说这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有了这个，就可以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真的这么神吗？哦，我们再来看看呢，最近呢，两边我说的是中美哦，两边的武力有一个展示哦，或者是一个大家互相窥探的动作，包括歼36说是哦中国新型的逆踪第6代战机，那它是不是已经这个首飞了呢？那它到底有多强多厉害呢？美国智库说，大家不要上当。这只是引诱美国投入巨资要研发的圈套，其实没那么厉害。可是他故意秀出来在媒体上面发布，然后让你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自我消耗。美国会很害怕，然后会开始做军备竞赛。可是呢，未来空中到底有什么样更重要的任务呢？这是欧美专家说，新战机亮相是中国积极开发新一代战机的明确信号。可是研发的方向是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中心，不是一线战机所以各方的消息跟研究现在都出炉了。而美军F-18。有所谓杀人风之称的这一款战机我们看到呢，这是美国海军现在正式说，对，这个就是杀人风。我们先来看看导播让我们看到的那这个它配有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以及4枚的响尾蛇飞弹这些超级大黄蜂透过紧急计划，它会加载更多的飞弹。去年据说已经首度动用了相关飞弹，在红海还有周边已经投入实战了。美国海军的这个海军部的这个部长最近呢已经有做这样子一个相关的回顾也在展现他们的武力和肌肉。而即将上任的川普呢说到了中国每一年都从美国偷了1兆美元用来造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造船事业这么厉害的原因。来请教于方委员。我先讲一下那个所谓的这个小两会开会的事情了赖清德这个总统在元旦的时候，他告诉记者我照念，就表示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他说台湾希望跟中国在对等尊严之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如果中国真的有诚意的话，我建议可以先由台湾的台旅会和中国的海旅会两会先进行谈判。那你现在你这个陆委会显然是叫停了。那我请问一下，副动层是代表谁的意思？是赖总统说我表面上说一套，你们底下再做另外一套，是这样子吗？我是觉得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晓得说，除非台湾追求的是战争，或者两岸之间毫无沟通的管道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我们本来是希望说这两会可以去谈，然后促成从观光做起，最没有政治意涵的、最没有军事味道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从这个交流先从这个地方做起。那你连这个都连根拔起斩掉你这样子，请问一下，你民进党政府你要追求和平呢，还是就追求战争？副动层有这么大权力，是谁给他的权力？而且对赖总统伤害最大的是，你在元旦告诉记者的话，一夜之间被打耳光，这对你是有损你的尊严的。要不然你就亲自讲说中国大陆没有善意，说我反对恢复观光的这个谈话，那倒也罢了。你现在不是你公开讲的话，然后底下人把你叫停，这是非常不好。第二个就是说，我实在不太愿意去讲什么沈伯洋了沈伯洋，我想他想追求的，其实最后就建立一个民防的组织了，militia 啦，就是民团啦，就是民兵组织啦。我讲实话了，就建立一个民兵组织吧。美国很多的民兵组织，这是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甚至拥有武力，这个最后对美国构成这个很大的威胁。那这些有很多这种很极端的这个组织，就是支持川普的，包括其中一个叫 Proud Boys 骄傲的男孩，这个在加拿大、在纽西兰都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是这样子的呢。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你沈伯洋，你好歹在大学教书，又有法学的这样一个背景，你在讲什么？你说这个3部曲这个要王台的3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国会滥权，
然后架空宪法法庭，国会滥权哦。我跟你讲实话，你身为一个立法委员，却讲立法院滥权，我讲的是有过丢脸的。你去比比美国，我请问你，你有阁揆同意权吗？你的重要的内阁的成员、内阁的部长这些，哪一个需要经过你国会同意？在美国不行啊，在美国你所有的重要这些阁员全部都要国会同意，否则你根本就过不了关。所以有时候任期都快结束了，4年任期，总统任期，还有些官员都还没有经过国会认可啊。那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说，总统每一年要到国会做国情咨文的报告。对，我们赖总统有来过吗？太姐赞成应该去啊，来了没有呢？也没有啊，对不对？另外再讲调查权，你立法院有什么调查权？你只有文件调阅的权利，你根本没有调查权。你有权利叫一个部长或是一般的百姓到这个立法院来，然后你质询他，然后如果他不接受好好的回答你的问题，说假话或拒绝回答，要去坐牢。是这个川普时代的2个重要的成员，政府重要成员就是先后坐牢啊。没错，其实我们台湾国会议员权力没那么大，是很弱势的一个立法院。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不仅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你是全民的立法委员。你羞辱自己的立法委员，你有什么资格当立法委员？真的，这话说得很重，可是也很中肯。来，请教张将军。这个讲到这个统战或灰色地带作战，我认为这个话有时候不要乱说，因为比如说这个讲论文抄袭事件爆发的时候，说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结果论文抄袭事件是真的。那贾博士的事件，说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结果贾博士也是真的了。那又是说这个贪污事件、新竹棒球场事件，这是中共认知作战，后来都是真的了。所以讲这个政治作战、灰色地带作战都是真的。那现在怎么去讲？这无信不立啊，政府无信不立嘛。你这个政府讲的就是中国真正作战，结果后来都是事实，你怎么样去遮掩？那现在这些政治分赃，我认为政治最重要是要诚实，是要坦诚以对，民无信不立，政府要立威，就是讲到了非常的廉洁。结果现在不是到处都是贪污，都是这个黑金，绿能也有这些，然后办的速度针对政党办案，不针对事件的办案，就是你看变成这样差别待遇，因为政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政府讲话变成老百姓都不信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最先坦诚，要认错，然后严以律己。政府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这个样，要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一戒不取。结果都贪污事件，你看你现在这些有很多都是酬庸，不是专业任用，然后就变成贪污去了，因为他们没办法做好，从这个上下其手在捞钱、搬钱，多少事情，然后又没有这彻底去追查，就把这个重点转移到柯 P 身上去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认为政府这方做不好。另外，我们来看那个美中的这个军备的角力，有没有军备角力了？我看看美国在这个尤其印太地区，尤其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我们看它的军事上的部署有没有在征兵在第一岛链或征兵到第二岛链？美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是相当有限，而且它从第一岛链要退到关岛，要退掉这个9000个海军陆战队，退守到第二岛链。或者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态度并没有那么积极，它是消极应对中共的军力扩张。美国在这一方面，换句话说，它是收手的，并没有很积极的来做。第二个呢，美国有没有加速军工生产的速度？没有。美国在这一次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也好，还有这个黎巴嫩的冲突，还有也门的胡塞组织，它的航母往中东去，往红海去，结果1个月就打掉了1年的产量。它的标2跟标3飞弹1年的产量，这个只是一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就还有把这个战斧的飞弹也打1年的量。战斧飞弹美国1年做不到100多枚，不到200枚，一下都打掉了。为什么？对了也门的胡塞组织做攻击，他没有做派兵进入这个也门胡塞，这都是空中还有飞弹导弹攻击。标2防空飞弹，标3的这个防空飞弹也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军舰下水的速度也慢了。所以要来看，美国在军工生产的速度这一方面并没那么积极，所以在印太这一方面的征兵也没那么的积极。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是有疑虑的。是来老师，元旦讲话应该蛮重要嘛，哈，尤其是一个总统哈，对，赖清德在元旦的讲话，他明白的向全台湾的民众说，他呼吁他主张先恢复小两会，结果现在传出来说在国安会议的时候，而且由赖清德主持的国安会议，一个副动层就可以把赖清德的话就把它否决了，这个是太儿戏了嘛？这个也就间接的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2个网红或者是不是网红我们不知道，网络上的说大陆有身份证，赖清德就根据他的指示办理，说这个我们有10万个台湾的人拿大陆人的身份证，这样的一个情形要陆委会要这个内政部要彻查到底，看看哪10万个台湾人拿了大陆的身份证。我觉得赖清德这样的一个执政太儿戏了，而且也太受别人的指导，太受别人的指挥，他不像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姿态。我觉得这个很不好这个对于赖清德个人来说，对民进党来讲，对于全世界都在看说，你们台湾民进党，你们是不是太儿戏了？你明明你赖清德在元旦你这么说要恢复小两会先谈，结果呢，一个副动层就可以否决你的说话，而且这个会还是你主持的，那这个就不太对了嘛。因为国安会议应该是由你总统来主持的，秘书长也不过就是你的秘书而已嘛，来帮你筹划这个会议。但是委员也不过就是国安会议的一个委员，他就可以否决了这个讲话。我觉得这个你赖清德以后你讲话谁信？谁把它当做一回事？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沈伯洋本身他有一个，要不就是被迫害妄想症，要不就是他本身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首先他认为说这个国会的滥权，民进党时代是哪一个法案没通过？民进党独大的时代的时候，哪一个法案他没通过？那这个叫不叫国会滥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不要忘了这个大法官的否决权，基本上来讲有民进党的投票成分呢，好几个人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们也留意到有关于县市长的这个财划法，民进党的党团也有很多人反对并不是只有国民党就能够通过这个财划法。我们也看到民进党投下否决票，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错乱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你民进党本身也否决了大法官的人，你民进党本身也这个否决了，也支持在野党的财划法，这个都有证据都可靠嘛。那有关于统战的一个问题我倒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统战就是一个争取民心的一个工程嘛。那你赖清德你怎么去处分一个争取民生的工程？他又不是武装斗争，他又不是搞组织，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赖清德先把什么叫统战弄清楚。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讲，美国如果在出战的时候就守不住，要为自己保存生存战力而战，没有反攻的可能性。因为大陆不是2次大战的日本，2次大战的日本的国防工业能力输美国，人口数输美国，经济潜力输美国，而现在中国大陆的工业制造能力是美国的2倍，大陆的造船造舰的能量是美国的257倍。那你美国一旦出战的时候只能保存生存，你说你还要反攻，不要骗人了，不可能的事嘛。是。